上一期节目呢，我们用这个 Anti-Gravity 给大家演示一下 Loop Engineer 整个的一个设置的一个过程。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 Hermes Agent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 Hermes Agent 的多智能体，包括这个看板的功能来实现这个Looping Engineer。这是我们最终呈现的一个结果，跟上一个题目是一样的，就是模仿 SpaceX 网站来重构 NVIDIA 的这个官网，然后这个 logo 我们也给它重构了。我们看一下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这个打开 Hermes Agent，然后我们把这个题目发给他，就是模仿 SpaceX 的网站风格，把这个英伟达的网站进行重构。使用的技术栈呢是 Next.js 加 ShadeCN，重新给这个英伟达进行这个 logo 的一个设计。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Hermes Agent 收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它首先对这个任务进行研究，因为它要了解这个 SpaceX 的这个网站的风格，包括 NVIDIA 它现在网站的一个架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把信息给抓取，包括这个SpaceX 它的一些设计语言。然后它最后是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步是进行研究，第二步是进行这个开发设计。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研究团队。研究团队我们有一个 PM 的一个角色，这个 agent 呢主要负责对这个任务进行一个拆分。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拆分出一个数据收集的一个 agent 任务。这个任务呢，它会收集 SpaceX 和英伟达网站两个网站的视觉，包括结构这些东西。因为还有 logo 设计，它会参考原有的这个，比如英伟达它的一些主色调这些，进行 logo 的一个设计。第一步是这个数据收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撰写这个设计规格说明书。这个是属于研究层面的这个任务。研究完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还生成了一个这个开发团队的一个 PM。他的一个任务呢，主要是写这个用户故事，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前边的一个调研报告，然后写这个网站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规格。经过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研究团队形成了最终的研究报告，然后交付给我们的这个开发团队。开发团队的 PM 收到任务之后，然后就根据这个规格开始生成对应的开发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发的 PM，然后生成了这个设计的这个任务，包括这个开发的任务，还有这个代码 review 的任务。QA 是一个测试的任务，还有这个 QC 最后验收的一个任务。每个任务都是一个独立的 agent 在执行。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团队的任务就被全部创建了，然后它按照这个顺序进行调度和执行。我们这个 review 任务发现了这个资源缺失，然后我们主 A 呢就生成了一个任务给到这个 PM，来解决这个资源缺失的这个问题。PM 收到这个任务之后呢，然后就把它拆分成了新的这个开发任务，还有这个 code review 的任务，包括测试的任务和这个验收的任务，然后重新走一遍这个开发的流程。经过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这个开发、测试、验收，然后最终完成了整个的开发任务。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体网站的布局基本上是 SpaceX 的风格，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背景图这里都没有背景图，所有的图片都是缺失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我们让这个 Cloud 帮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过程。他找到了这个原因，就是前面这个图片缺失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被找到了，只不过在修复的时候，它简单的就把这个图片引用全部删掉了，然后后边审查的时候，也是复审的时候空洞的给通过了，然后直接给放行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加固我们这个 agent 的这个审核的一个规则，让它严格的按这个比如说设计来执行。然后这个最后这个验收的这个时候，也是严格参照我们这个 PM 的这个提交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验收，找到真正根本上那个需求到底是什么，防止这个需求的一个遗漏。我们把这个问题描述给主 agent，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修复的过程
又重新启动，然后最终呢把我们这个问题给修复掉了，然后呈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这个整个网站的一个效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 agent 的一个设置。我们其实是通过 Hermes Agent 加这个看板来实现了这个循环工程。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我整个的 agent 的一个组织架构。我们总的一个编排层就是我们这个入口的 agent 是我们叫 Malers，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然后它负责总的一个调度。接到需求之后，它负责来诊断这个需求到底是一个开发需求，还是一个研究需求，还是说既需要研究也需要开发的一个需求，然后来创建不同的这个工作流。如果说只是设计研究写报告的话，他会直接走这个研究团队，最后产出一个报告。比如说我们让他分析一下，比如说 agent 的一个应用场景，或者这个循环工程这么一个命题的话，他会直接走这个研究团队来。比如说我们这个任务就是让他根据 SpaceX 来给英伟达的网站进行重构，那它就是一个研究加开发的一个任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每个 agent 我们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里边首先看一下这个开发团队，开发团队我们是有一个 PM，他负责就是识别这个需求，挖掘需求，然后创建整个的这个下面那个工作流的任务链比如说这个架构创建给架构师创建个任务，架构产生一个设计的文档但是他呢不负责写代码，只负责产生这个设计定标准。然后后面我是开发是有3个，一个是前端，一个后端，还有个全站。这个是怎么分工的呢？比如说对复杂的任务，前后端的这种，我们可能就需要启动这个前端的 agent 和这个后端的 agent。如果是稍微简单一些，全站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英伟达网站重构这个，那这就是直接调用全站工程师他来完成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前后端了。因为它相对比较简单。然后这个开发完成之后就是 code review，它只负责 review，然后不写代码。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它会标记为 rework，同时给它 block，给它进行阻塞。然后阻塞之后，然后后面再由 Malers 对阻塞的任务进行定期巡检。我们现在是10分钟巡检一次。Malers 巡检之后，把任务重新再分配到这个呃 PM，然后重新创建这个开发任务，开发进行修复，包括这个 review 任务，包括 QA 和 QC。QA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的一个验收它只负责这个验收，不负责改。同样的，跟这个上面 review 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实际真的要去测试，要去看这个截图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做一下什么拼译这种。最后是质量的一个验收，它会参照我们的这些文档进行实际的一个验收，而不是像我们前面出现的那种，就是啊、比如说泛泛的就给放行了这种经过我们加固之后，这个验收这个口子也给堵住了。然后最后就是 Markers，它有一个定期的这个巡检，它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定的是10分钟，如果有阻塞的这个任务，它会比如说需要这个 fix 的这种，它会巡检之后重新分给这个项目经理进行处理。然后是这个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也一样，也有这个 PM，他负责这个创建这个任务，比如说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 agent，他负责这个搜罗信息把原始的信息进行汇总，然后还有这个数据分析，但我们这次可能没遇到如果需要进行数据的分析洞察的话，它会启动这个数据分析的 agent，然后最后是对信息进行综合验证和报告写作的这个 agent。然后整个的这个出一个研究报告，然后这个研究报告然后输入给这个开发团队，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研究加开发的这个团队就组建起来了。这就是我们 agent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下面我们把这个过程再来复盘一下，来看一下
这个过程呢，然后 agent 呢基本上都能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循环，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规则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agent 的这个事务文件进行了一个补充规则，进行规则的一个加固，然后又跑到第二轮，这是整个执行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是研究团队接到任务之后，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研究，然后信息的收集。报告的撰写，然后写完报告之后作为输入给到这个开发的 PM，他根据这个研究报告，然后拆分成这个开发任务，包括验收、QA、QC 这些啊，这里边有架构师，然后我们全站开发中间有一些这个拦截进行这个循环，然后 Malus 呢，然后对这些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监控，10分钟监控一次，如果发现有这个需要修复的这个问题，他会重新交给 PM，重新走这个开发、修复验收、测试的这个过程。发现问题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规则进行这个修复，然后让这个 agent 的团队重新对这个缺失图片的这个问题进行这个修复。当然，中间它也进行了几轮的这个迭代，最终完成了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效果。啊、这里边我们看到它总共是2轮，第一轮就是不带图片的，第二轮就是我们补充规则之后，然后生成这个有图片的这个网站，整个完成了我们这个全链路的一个自主循环。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 Hermes Agent 的看板功能来实现的多 Agent Loop Engineering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进行了一个规则的一个完善和补充。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就是需要多使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总结经验。结合我们上一期节目，希望对大家在这个实践循环工程有一个帮助。好，谢谢大家，请大家点赞转发。